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美们先不自家第16季、第19集。兄妹俩正在庭院荡秋千，亲妈召唤孩子们进屋，说是有好东西，谁知竟然是要剪头发，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，大门已经被新妈钉死。兄妹俩十分抗拒妈妈剪头发，而且他们已经说好去新开的儿童理发店。新妈不认同，那里可没有他们的头发模板。新小妹表示模板确实很棒，可他们想要正常一点的发型。见孩子们坚持，亲妈只得放大招，说不会送他们去。不料辛巴兴冲冲说要带他们去，因为他想吃肉桂卷，然后三个人就跳窗出去了。一到理发店，小新又开始打游戏，完全没有理会理发师，只是一个劲的左左右右杀杀杀，然后他就被剪成了一个小光头。一旁的新小妹看见，笑都喘不上气了，还说他比刚起床的帕蒂梅姨还要难看。小新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恶语？抄起电推剪就剃了妹妹的一卷头发，然后这兄妹俩就开始了剃头发大战，直到撞上镜子才罢手。可巧今天校长带着学生来商场拍摄，然后点了灾难级发型，兄妹俩就被同学们发现了。还好他们跑得快，不然明天就是校园日报的头版头条。逃跑路上正好遇到了吃垃圾辛巴，于是他俩就带着他逃进了电影院。学校摄影师们虽然没有拍到秃头兄妹，不过他们又有了新的目标，那就是没拉裤子前门的校长。这次播放的影片名叫《遗弃》，影片一开始就说现代生活过于放纵，而男主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他不相信宗教，不去教堂，对审判日更是嗤之以鼻。他对家庭不负责任，背着妻子搞外遇。不料他们还没有亲热多久，司仪竟然人间蒸发了，驾驶位上只留下一套制服。从车上下来，男主发现不仅是司机如此，镇上很多人都发现家人或者朋友失踪了。他们有个共同点，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男主意识到这一定是审判日，好人都上了天堂，而他们被上帝遗弃了。他十分后悔拒绝了上帝，现在他们必须要经历末日的审判，但凡不符合基督教规定的都被抛弃了，包括佛教徒、信仰科学者，还有同性者。辛巴看的是瑟瑟发抖，他觉得这部电影会给他的余生都笼上了阴影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依旧不能释怀，还问辛巴若是审判之日自己还不够虔诚怎么办？那会被遗弃的。辛巴安慰他，审判之日之前，上帝会降下启示，比如所有的狗都上飞船离开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辛巴好受多了，终于能够安心入睡。第二天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辛巴不免自嘲，审判之日还未到来，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不祥的预兆。不料他车窗突然出现了一个魔鬼，还嘟囔着跟我来，这把辛巴吓坏了，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头套取下。原来这是蛋糕店的宣传方式。辛巴开车没多久，突然有红色液体滴落在车窗上，随手接下来一滴来看，竟然是血。但这并不是如同辛巴所说天上下血雨，只是因为他们正在营救受伤的鲸鱼。不幸的是，捕鱼的船长也追上来了，对着大家伙又是一枪，然后血液就是如倾盆大雨般砸在辛巴的车上。他确信了审判日就在眼前，辛巴赶紧来到了书店，购买了很多本关于审判日的书。为了拯救孩子们令人头秃的发型，辛巴用他们以前头发缝了头套，这下兄妹俩直接对妈妈心服口服。辛巴将剩下的头发放入冷冻柜时，竟奇迹般的看见辛巴在读有文字的书，这很不寻常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然后辛巴就将审判日将近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现在正在查询具体的时间。辛巴表示整件事情都是有科学的依据，根据启示录的诗歌数目、最后的晚餐人数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数据，他推算出了审判日的时间，也就是5月18日下午3点15分。辛巴想了一下，那就只有1个星期了，下星期就是世界末日了。辛巴拿起他的铃铛，在街上奔走相告，希望大家能够对他的话引起重视。电视还对这位疯狂预言家进行了采访，是什么让你从酗酒者变成使徒的呢？辛巴告诉肯特，他心头有数，上帝不会让自己进入天堂，但是如果他能够警示大家世界末日快到了，那没准就能进了。趁着录制最后30秒，辛巴阅读圣经里的一句话，在审判日前，明星将撞向地球。回到家后，辛巴还挥舞着铃铛，辛巴颇为无奈，就算要锻炼，也受不了他这样没日没夜的折磨啊。辛巴觉得妻子不懂，他这是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新小妹对爸爸表示，我们都很爱你，但并不觉得世界就要毁灭。或许100年之后，全球变暖，人类会走向灭亡，但那时我们早已死去了。他觉得爸爸是混淆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。看着家人们祈求的目光，辛巴妥协了，或许真是自己太傻帽了吧。于是就放下了甲板，打算一起看会儿电视。此时正春联镇体育场现场直播，小丑将要发表名人特别致意，不料用飞行表演的蓝色胶娃竟然撞上了空中的飞船，上面坐着小丑和明星们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飞船上人们都掉了下去，全家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明星撞向地球，这不就是和辛巴说的一样吗？紧接着电视上就出现了小丑的身影，因为有人垫背，他活了下来。但群狼乐队的粉丝们就只能节哀顺变了。节目播完
完了，大家都聚集在辛普森家门外。他们如今对辛巴的预言深信不疑，所以前来询问下周3该怎样度过。辛巴告诉人们，审判日到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要待在家里，全都得去春田镇地躲。他说自己在幻境中看到。这时弗兰德也探个头过来，但辛巴不希望这个对头加入他们，于是就说自己在开同性女巫的集会。审判日的那天到来了，辛巴站在车子面前呼吁大家找一个审判日伙伴，从此永远在一起。小梅拉住了爸爸的手，他说历史上很多先知都声称能够预见未来，可最终他们都失败了。他不希望辛巴也成为其中一个，但辛巴用他盲目自信安慰了女儿。于是辛普森一家也坐上了汽车，除了老辛普森，这老人家跟着追了一路。距离审判的时间只剩下几秒钟了，大家都翘首以盼，异口同声开始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，而天空除了堆积了厚厚的乌云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大家都面面相觑。还是骨头男说了一句：“也许是时间推迟了。”辛巴觉得应该是自己的表走快了，然后就对人们说：“马上就来。”谁知道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上天也没有开启去天堂的通道。看辛巴还念叨着“马上就来”，小摩擦哈哈之后，表示生活还要继续，就率先离开了。接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就连辛妈也说要回去做晚饭了。辛巴叫住辛小妹：“你还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爸爸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信过你啊！”一听这话，辛巴反而好受多了，因为没能成功预测审判日，辛巴现在备受人们的嘲笑。有人说他是大白车漫画男，也有对他拳打脚踢的混混们，还有因为过于相信辛巴的预言而将酒吧卖给日本商人的老谋子。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，现在只能在别人的餐厅里打工了。餐厅里不怀好意的生意也此起彼伏。嘿，这不是想拯救我们的傻瓜吗？语言的好啊，爱因斯坦！人们都拿起手边的寿司去砸辛巴，他也只能边哭边含泪吃下去。回到家后，辛巴扔掉了所有关于审判日的书，其他关于基督教的也打算复制一句。唯有看到最后的晚餐时停了下来，他打算再数一次人数，这一数才发现自己算入了耶稣。这样的话，审判日没有到来也是意料之中。他拿着小白板又重新算了一次，结果是审判半小时后就要开始了。他忙唤醒家人们，不能浪费时间，但大家从睡梦中被吵醒，都很火大。辛妈更是表示他们哪都不去，要上床睡觉。辛巴还想将自己的算式给他看，但辛妈不想再迁就丈夫了。你连5点周是6点都不知道，就这样吧，晚安。见妈妈回房，孩子们纷纷回到了卧室，没人作伴，辛巴独自一人去了地垛。他静静躺在岩石上倒计时：3、2、1。没想到这次依旧是无事发生，辛巴十分难受，连续错2次对他打击巨大。不料紧接着，他发现自己飘在了空中，云层中的天堂，万物快速生长，处处生机勃勃。辛巴按响铃铛，马上一位天使就前来接待他，给他穿上天堂的衣服后，导游天使又开始给他介绍各处景点，还告诉他在天堂最棒的事就是能够心想事成。然后辛巴就卯足了劲，将天使的头想炸了。将辛巴领到住处之后，天使又打算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辛巴叫住了他，他想看看自己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。于是天使就把电视调到了地球频道，只言这里已经被血水所覆盖，孩子们正漂流其中。辛巴头上缠着无数小蛇，活像美杜莎。他们此刻都十分后悔，没有能听信辛巴的话。眼见恶魔将辛巴扬起了3叉戟，辛巴吓坏了，当即表示要救他们。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。这里的确十分完美，可他没有办法知道家人受难之后还能独自享受，所以想恳求上帝宽恕自己的家人，但上帝拒绝了。辛巴很生气，他对上帝说：“你树立了一个很强大的敌人。”然后辛巴就跑到天堂各处，将所有的垃圾桶都掀翻在地，也不让其他人愉快的玩耍。紧接着，执法队又将他抓捕了，将在天堂各处搞破坏，直接拉低人们的幸福指数。上帝妥协了，问辛巴到底想要怎么样。辛巴想让他将自己送回地球，然后再让这个审判日推迟个几年。上帝觉得不行，审判日已经开始，要照辛巴的话，就得让时间倒流。辛巴认为这很轻松，超人不就做过吗？上帝没有办法，只得答应下来，说自己会撤销世界末日的。接着，辛巴又在上帝的耳边提了一个要求，然后上帝又开始施法让时空逆转。辛巴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还以为刚才只是自己的梦。博贝尔的翅膀有点可疑，原来是海鸥贴在了背上。这时，家人们来到他的身边，辛妈还向辛巴感叹着：“到这里来的隧道真是怎么也走不完。”和家人们亲近了一会儿，辛巴又回到了老地方。看样子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老毛子酒吧恢复原样吧。辛巴享受举起酒杯，这就是天堂啊！追求真理的道路往往崎岖坎坷，其过程常常循环往复，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门槛，就马上下达了此路不通的结论，甚至还会嘲笑继续前行的人都是傻瓜。本集中，平常看起来不太聪明的辛巴，却实实在在做了一次深藏功与名的救世主。然而那些自诩清高聪明的人们，却将无知的恶意投向了伟大的真知。这不仅让人想起了福奇博士在美国的境遇，当真理被埋没，鲜活的人命也成了冰冷的数字。人类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天灾，而是这样在真理之上永远无法消解的无知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